擂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黑人拳王 KO 中国选手之后太嚣张，直接冲上擂台边缘，上蹿下跳，当众嘲讽中国人就如同农场里的小鸡仔，随意捏死，撅着屁股嘲讽台下中国选手，没有一人能够收拾他。最令人想不到，拿下获胜奖杯，这家伙敢对举牌女郎肆意调戏，裁判的友好制止却将他彻底惹怒，直接骑在裁判的身上，打算对其殴打施暴。没有错，如此嚣张的家伙可不是别人，而是被称为美国拳坛历史上最疯狂的选手查尔斯·本内特。据悉，这家伙吃喝嫖赌打架斗殴样样精通，曾因劣迹斑斑的生活被美国警方逮捕入狱18次。可是每次他都会变得更加过分，无视所有法律与规则。尤其是来到擂台上的他，打法凶猛，招招致命，无论面对谁，他都想要置人于死地，来证明自己不好招惹。而他听闻有中国选手不服气挑战他的时候，查尔斯却恬不知耻的在镜头前嘲讽中国人根本就不能打，自己勾勾手指头就可以将其捏死一大片。Let me cut you off. Cut me off. Don't talk smack to the horse, cause he might smack down your black ass. 在与中国内蒙古勇士巴拉金的比赛发布会现场，查尔斯疯狂嘲笑巴拉金就是无名之辈，怎么好意思上台挑战自己？虽说巴拉金算不上中国最能打的格斗选手，可是常年在内蒙古大草原训练的巴拉金力量强悍，曾受邀参加内蒙古柔术摔跤大赛，拿到第1名的好成绩。今晚的比赛，巴拉金绝不允许查尔斯继续嚣张下去，是要用最新鲜的拳头教他做人的根本之道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现场。第一回合开始，可能是查尔斯太傲慢，看不起人，面对巴拉金的进攻完全无视，继续对观众们四处张望。看到如此嘲讽的一幕，巴拉金也决定不再忍让，径直冲了上去，对查尔斯展开抱摔，狠狠砸向擂台中央。不要以为中国人是面团捏的随意拿捏，然而查尔斯的比赛经验太过丰富，超乎所有人的预料。无论巴拉金如何施加压力，都无法压制查尔斯。不是 MME 这个风马确实是个性太强了一点啊，但他千万不要拖太大啊。对，因为这毕竟是在比赛，拖得太大了，一会儿被 KO 或者 TKO 了就不太好看了。好，不错，2个脚完全插进去了。这个位置对巴拉金非常有利。对，蹬还是有经验，有经验。简单的1、2个小动作就能转过来了。肘击。现在这个风马也不着急啊，只要处于地面缠斗巴拉金就有必胜的把握，那是因为巴拉金最擅长的就是摔跤与地面柔术，并且巴拉金从小就是吃牛肉长大的内蒙古汉子，手臂力量要比查尔斯强上不少。或许查尔斯可以通过技术拖延比赛时间，但根据巴拉金谨慎的打法来看，也不会给对方太多喘息的机会。特别贴切。刚刚2个人一开始他就贴在路边就不动。但是这个风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。对，至少这个经验啊，确实是要比巴拉金要高。要拿背做裸脚，但是破坏掉了。好，你看，典型的啊，风马可以打下位。也包括在我看过的所有的这个昆仑节的比赛当中啊，这个风马的这个出场，绝对是耗时是最长的。对，一个人站了好几分钟。对，就大家就会想，这到底是什么人呀？这么长时间，所以就尤其关注他的比赛。对，目前为止，查尔斯一直被巴拉金压制在身下，无法动弹，甚至细心的观众们还能从查尔斯面前看到微笑的表情。查尔斯只能用双手死死搂抱巴拉金的头部，避免被巴拉金继续挪动身体拿到其成位，否则自己的处境将会很危险。如此狡猾的打法，不仅仅在恶意消耗巴拉金的体力储备，还能减缓比赛节奏，获得休息的机会。虽然在上位，但没占优势。对，对手就像泥鳅一样，拱来拱去，拱去拱来，反正使让你打也打不着，想突围很难。侧面压制。现在来说，这个东马还没有做一些实际的进攻动作啊，威胁性的进攻动作。对，2个人站起来，2个人年龄相差了12岁一轮的，对，一个属相。
对，这美国人阿里哥也该有这个12的骄哈，来到中国了，可以给他安一个。横马现在还没有像样打拳呢，我觉得他一直在收着劲儿，感觉。对，没有发全力。哦，这个老詹，他现在这个打法可能也意识到巴拉金比他年轻，体力，所以他现在是在爆发的点。对，他其实每个防守都做到位。这场比赛不能说巴拉金打不过对方，只能说查尔斯打法战术太沉稳老道，直接无视了巴拉金的各种柔术所技。好在巴拉金自身比较年轻，体力储备相当充足，就算抱在一起打满3回合，巴拉金也有余力打反击。所以查尔斯目前只是苟延残喘罢了，一旦露出丝毫防守破绽，将会迎来毁灭性打击。拧来拧去拧来，就是不能把我怎么着。对，所以就看巴拉金啊，能不能在这种时候，充分的把这个时机把握好。对。趁他放松的时候，没有太多的打击动作啊，特别像舞蹈柔术比赛，或者降服式摔跤这种比赛。你看地面转移很快啊。张老师所说的这个现象，我其实觉得70%-80%是有赖于风马。对，是他在控制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，他对，不让你去做这种打击。对，你看现在到现在动作，风马他就不发力了。对。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这个位置是安全的，对他来说，这一回合基本上就是像是一个热身。但这时候巴拉金呢，遇到这比赛就这么几秒钟了，也没有必要。他即便是过了腿，好，你看，即便是过了腿，也不能做太多的动作。对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1回合的地面缠斗早已将查尔斯的体力磨平了不少。查尔斯眼看巴拉金再次上前，也不敢再有丝毫马虎。执着要死死抱着巴拉金的脑袋不肯松手，但巴拉金这时候的攻势要比首回合更为凶猛有力。查尔斯这么做就是在彻底激怒巴拉金。此时此刻，巴拉金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要拼尽全力将其拖入地面，完成 KO 目标。你看这个动作，他很放松啊，对，他不发力。是的。好，巴拉金到了骑乘的位置，好，骑上去。哎，这个位置风马给的太轻松了，就送了这么一个位置。哎，巴拉金有了裸脚。这个手搭住了吗？应该还是应该手的位置比较深。但是这个位置做不到开始，应该。来了，认输了。太拖大了吧？哎，这就是拖大了，这个太拖大了。哎，第二局刚刚说这个风马有了这种正面对抗的这种意识了，我觉得风马还是疯了今天有点过分了，确实有点玩过了。哎呦，巴拉金也开一口子他给巴拉金那个过腿过得太轻松了。对。而且实际上，当对方想拿这个背的，他没有完全给背，是给到一个侧面。最终，查尔斯因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惨痛代价，直接被巴拉金施展夺命锁喉搅晕了过去。大家认为巴拉金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